會計業專才。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即係類別啦，就係伊斯蘭金融嘅專才，係會喺更新人才清單之後咧，會加入落去嘅呢個工種。咁啊，請嚟一位嘉賓一齊傾啦。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陳志華。不如同大家簡單講下，即係伊斯蘭金融係咩嚟嘅咧？即係或者同非伊斯蘭嘅金融嗰個分別係啲乜嘢咧？嗱，我哋簡單講啦，佢哋係源自於當時嘅伊斯蘭教嘅創始人穆罕默德啦。咁啊之後喺1950年嗰陣時咧，個年代嗰陣時咧，開始發展現代嘅伊斯蘭金融啦。因為當時伊斯蘭國家開始意識到啦，佢哋要做一個符合伊斯蘭教法嘅金融系統啦。咁佢哋咧1963年咧已經開始喺埃及有第一間伊斯蘭嘅銀行。之後咧就去到70年代啦，啲阿拉伯國家開始出口石油，佢哋開始多咗啲錢啦，就開始着手去搞呢啲伊斯蘭金融機構啦。咁啊，直到75年啦，去到杜拜嗰度成立伊斯蘭行，跟住去到90年代，去到馬來西亞就成立咗第一個伊斯蘭嘅證券嘅交易所。sorry 係2000年嘅嚇。跟住2004年咧就去到杜拜金融市場嘅，咁啊就將第一隻伊斯蘭債券咧就上市嘅，咁啊同嗰個頭先所講啦，同嗰個宗教原因啦，就同傳統嘅嗰個即係金融體系當然有啲唔同啦。例如佢哋對嗰個禁止利息即係 riba 啦，佢哋就覺得係一個非正義、非道德嘅事嘅，亦都對一啲禁止投機啊，同埋啲唔確定性嘅嘢，亦都係禁止嘅。同埋佢哋亦都好着重公平透明，同埋要做慈善啊呢啲方面嘅嘢。有一啲行業佢係絕對禁止嘅，好似啲酒精啊、賭博啊、色情啊、武器啊呢啲方面，亦都好鼓勵去投資嗰啲喺清真餐廳啊、房地產啊、醫療保健等等嘅。你又講咗一啲特點啦，或者有啲限制啦，喺伊斯蘭金融嗰度。咁但係香港本身多唔多伊斯蘭金融嘅產品，或者多唔多呢一個類別相關嘅人才嘅咧？又咁產品咧，10零年前咧就政府曾經推出咗3隻嘅伊斯蘭債券，但係當時反應係麻麻地嘅，因為係商業原因嘅，因為低過當時美國嘅國債嗰個息口。香港本身係聯繫匯率噶嘛，如果你跟唔足人哋美國嗰邊，人哋都會識得睇噶嘛。另外人才方面，香港就絕對稱唔上有啲咩人才咧。如果經過考試認證嗰度咧，只得喺本會得6位理事，包括我在內啦，係考到初步嘅認證資格嘅。另外香港咧本身就唔係伊斯蘭嘅地方啦，亦都喺呢方面有啲存在啲局限性，同埋佢個狹窄嗰個投資範圍嘅。同埋咧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唔同伊斯蘭地方咧係會有啲大同小異嘅伊斯蘭法規方面出咗嚟嘅。同埋喺個伊斯蘭金融嗰度咧，處理成本比較高，因為我頭先所講啦，人才方面就比較少，亦都要經過一啲嚴格審核嘅處理，包括識得嗰邊嘅律師啊、會計啊、伊斯蘭學者等等嘅。亦都冇缺乏嗰個標準化啦。但係香港咧勝在咧就嗰個法律嘅制度同埋合規嘅制度，其實可以做到好多方面嘅補救。只不過我哋要將嗰個金融產品可以符合伊斯蘭嘅教法方面，呢一方面就係可以已經做得到㗎啦。但係所謂伊斯蘭金融嘅人才其實係邊類？即係講緊譬如係咪啲法律人才，定係啲乜嘢咧？同埋喺邊度揾咧？就算係嘅話，邊啲國家或者地方揾嘅咧？定係喺香港自己去培育？有冇啲咁嘅渠道咧？其實有嘅。當然啦，香港目前我即係包括本會在內啦，喺去年啦，亦都做過啲免費課程，亦都嚟緊都差唔多講好價錢㗎啦。我哋會提供一個課程免費提供俾本會嘅會員，亦都爭取同政府爭取咧一啲贊助去做呢個課程，希望多啲行家去接觸到呢個課程之後，睇佢哋肯唔肯去做呢個網上考試，
呢方面啦。當然啦，都會喺英文嗰邊去做㗎啦。咁啊，如果你話我哋講嗰個金融產品方面，好簡單啦。好多人以為係要伊斯蘭教徒先至可以做嘅，sorry，梗係唔係啦。例如我哋咁可以去九龍城嗰間清真餐廳食嘢一樣啫嘛。你喺馬來西亞亦都好多華僑見到呢一個伊斯蘭嘅產品咧，都好有興趣，都有好多去做嘅。例如佢哋喺房地產嗰個租賃方面啦，好多都喺嗰度用呢個伊斯蘭方面去供樓嘅，因為佢哋比較公道啲啊啲價錢嗰啲嘢啦。佢哋其中一個伊斯蘭嘅產品咧，就類似係買賣代理咁嘅。先由銀行去買起咗呢個貨物啦，之後就向客戶收取一啲利潤作為服務費嘅，咁啊取代咗利息呢一方面嘅嘢嘅。但係講到即係呢一個嘅伊斯蘭金融嘅人才啦，咁頭先都講到話，其實10幾年前香港已經有一啲伊斯蘭債券，但係又反應麻麻，即係似乎喺個發展上面都未算話好蓬勃嘅咁。喺呢一個伊斯蘭金融相關人才嘅需求又會有幾大咧？即係可能本身人雖然少，但係其實又唔係真係需求咁大嘅喎。係咪需要去到人才清單去更新，去引入一啲外來嘅伊斯蘭人才金融嘅人才咧？嗱，任何一個政策方面啦，當然有正反兩面去睇嘅啦。我哋講正方面先啦，咁你可以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嘅戰略地位啦。因為你香港咧係作為一個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同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方面，所以要向全世界各地，包括伊斯蘭金融在內咧，去做呢啲咁嘅業務嘅，亦都可以推動咧。就人民幣計價嘅伊斯蘭債券去深化一帶一路國家面金融合作啦。第二，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去填補呢個專業嘅缺口，去加速呢個產業嘅升級嘅。我哋要將呢啲伊斯蘭金融涉及到複雜嘅伊斯蘭教法，即係 Sharia compliance 呢度去履行嗰個審核啊，同埋產品設計。例如喺知識轉移啦，我哋要培訓多啲本地人才，多啲去做呢啲伊斯蘭金融課程同埋實務嘅工作坊啦。產品創新嗰度，我哋都要搞啲叫做綠色嘅伊斯蘭債券啊，同埋啲伊斯蘭嘅保險塔卡夫，同埋啲伊斯蘭嘅基金啦。同埋喺合規經驗嗰度咧，嗱，因為頭先大家都知啊，同傳統嘅金融方面係有啲差異嘅。咁我哋點樣去引入，去有助啲金融機構去避免呢個合規風險，去提升一個國際聲譽。第三就係推動嗰個區域嘅經濟整合啦。咁我哋要連接我哋呢邊同埋伊斯蘭嗰邊，成為一個資本嘅橋梁。去例如啲中東嘅主權基金近年喺投資亞洲啲基礎建設同埋科技產業嗰度，如果香港可以提供符合伊斯蘭教義嘅投資渠道，可以吸引多啲資金入嚟，亦都配合國家嘅綠色金融政策，喺香港就開發嗰啲綠色嘅伊斯蘭債券，將呢啲咁嘅伊斯蘭金融咧可持續發展嗰邊結合咧，就搶佔呢個新興市場。不過咧，當然啦，有正就有反啦。第一，市場咧就需要實際嘅業務配合呢啲不匹配嘅情況嘅。簡單講埋啦，本地人才培訓呢邊梗係唔成熟啦。頭先都講過啦。好嗱，但簡單講埋都唔夠時間啦。我哋可能要9點半翻嚟先講埋呢一點啊。轉頭翻嚟再傾陳志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更新人才清單，咁當中咧就會喺3月1號起咧再新增9項嘅專業工種，亦都包括埋伊斯蘭金融專才。頭先有講到。即係有啲乜嘢特點啊？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專才啦。咁究竟有幾大嘅即係需求咧？因為頭先都講到，其實可能喺香港暫時呢個伊斯蘭金融嘅發展未必係去到好蓬勃嘅咁。但係喺呢一個嘅人才需求方面，又係咪真係去到咁大？頭先陳志華都同正反方面同我哋講嘅。咁講到反方面，其中一啲嘅點啊，繼續同陳志華傾下。佢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早晨，蕭樂文。係，繼續講埋落去先嚇。好啊，頭先我哋講到反面嘅
方面啦，我哋講到第二點嘅本地人才培訓嗰邊就未算成熟嘅。咁啊，呢家咧只係得少數嘅香港嘅大學嗰度咧有呢啲嘅選修伊斯蘭金融嘅科目嘅，都仲有啲缺乏嘅。但係如果長期依賴外來嘅輸入咧，就可能有呢啲隱憂嘅。第一咧就係知識嗰度斷層啦。咁外來嗰啲專才咧就未必有效同本地團隊協作嘅。咁恐怕佢嗰個效率咧會低咗啲。跟住咧就係自主性嗰啲削弱咗。咁啲本地學生咧可能缺乏嗰個就業前景咧，就避開呢啲相關嘅領域嘅，因為始終香港都做開傳統嘅金融啊嘛，咁形成咗輸入依賴呢個惡性循環嘅。好啦，到第三就係嗰個監管文化同埋適應嗰邊嘅挑戰啦。我哋就頭先都講啦，會有啲法規嘅衝突嘅，因為香港都係做開普通法嘅體系，所以如果伊斯蘭國家嚟講咧，係馬來西亞嗰邊咧就都係行普通法，同埋佢哋同啲華人咧，大家都共處咗咁耐，大家都會有唔多唔少適應，而香港走到過去咧，亦都會有啲學習上嘅優勢。不過咧，始終都係兩個唔同地方，都要尊重當地文化差異啦。香港現行嘅金融框架，例如證券及期貨條例嗰度，都係主要針對嗰啲傳統金融嘅設計，未必咁靈活去適應伊斯蘭金融嗰啲特殊性嘅。例如咧，嗰個伊斯蘭債券嘅資產持有嘅結構，可能涉及啲複雜嘅信託安排，需要修訂法規上明確佢個責任嘅歸屬嘅。好啦，到文化差異啦，伊斯蘭金融係係強調嗰個道德投資嘅，即係例如頭先我講禁止酒精啊、賭博咁。喺香港咁高度自由嘅市場係會存在呢個衝突嘅。如果啲企業咧對呢啲教法方面理解不足咧，可能會引發啲爭議或者法律糾紛嘅。少少建議啦。都係長中短期。第一，短期簡單講先啦。一個試點去激勵嗰個需求啦。第二，中期同啲本地嘅培訓同埋國際合作。三就係長期方面法規革新同埋生態嗰邊嘅建構係咁簡單。好，唔該晒陳志華，同你傾到呢度。陳志華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講到成個即係香港喺伊斯蘭金融方面啦，嚟緊一啲發展啦，或者睇到嗰個人才嘅需求啦，都分析到唔同嘅一啲引入人才嘅一啲嘅方法啊，或者睇到一啲唔同嘅情況。1872311，休息一陣先。